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在经历过了一年的动荡与改变过后啊，属狗的朋友在这个全新的2025年乙巳年啊，又会迎来怎样的一个运势呢？首先呢，我要先说啊，属狗的在今年啊，你们将会是一个重建或者呢重新打造新的道路的一年啊。因为呢，你们属狗的去年啊是冲太岁，我们在冲的时候啊，代表的是有很多东西都会改变，跟以往呢不再一样。那所以我们在改变过后啊，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未来我要走向哪里？未来我要专注在哪一个领域？那今年2025年啊，将会是这样子的一年啦。所以呢，我们来看你们有的吉星啊，似乎呢也在提醒你们要做相关的一个事情啦。你可以看到我们有月德、玉堂，还有红鸾。那首先啊，我们说月德的话，代表的是你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你过去啊的一些努力，在今年呢都会给你回报啦。如果你过去呢都是做对的事情的话，你在今年呢会让你感觉比较舒服一点，比较舒坦一点。在这个重新出发的一年里面啊，你不会感觉非常的迷茫，或者处处啊遇到阻碍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所以呢，这个月德呢，基本上是说它会让你很多事情呢都比较顺畅一点。OK， 前提是你之前啊有做好的一些事情，或者有做对的一些选择啦。那第二个呢是玉堂，玉堂啊讲的是你本身有的东西，或者啊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啊会被提升啊。那这个价值的提升呢，通常呢是别人看到，或者别人认为你有的一些东西，或者技能、能力、人脉这些方面啊，他们觉得你有的这些东西呢会很有价值。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去让自己啊开始一个新的道路，或者呢去展开一个新的事业、新的领域去发展的话，那这个玉堂呢将会很好的给你一个帮助啦。因为呢别人啊要看到你有价值的东西，那别人才会愿意去跟你配合啊，或者给你一个机会，对吧？那如果别人呢都觉得你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价值，无法帮助他去解决他生活上或者工作上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当然是没有人会想要聘请你或者跟你一起合作啦。所以呢，在今年啊，如果你们要启动玉堂的这个吉星的话，你一定呢要去认真的思考啊，自己身上你现在所拥有的一些能力或者资产是有什么价值。这个价值呢是要对方，是要别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啦。相信大家有看过一些人啊，他们家里啊就会收藏很多很多的垃圾 OK， 那对他的眼里来说啊，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宝藏，但是对别人来说啊，你拥有的东西呢都是垃圾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啊要去思考的是对别人到底有没有那个价值，那这个吉星呢就可以被启动了。那第三个呢是红鸾，那这个红鸾呢是会提升啊你个人的魅力，俗称啊我们的桃花啦。所以呢，在这个去展开一个新的领域，往新的行业去发展的时候啊，这个红鸾呢是可以帮助你提升跟一些陌生人啊，跟一些不那么熟悉的环境啊，让你呢可以很快的去融入那个社群或者那些特定的群体啦。所以如果我结合这三个吉星来看的话，属狗的朋友在今年啊算是
不错的一年，已经是可以很好的让你从比较动荡、比较充满改变的一年啊，开始过渡到重新打造新的东西的一年啦。转眼间啊，我们就来到了2025年，也就是乙巳年呐。那在这个全新的一年里面，又会带来怎样的危机还有机会呢？在来临的这个线上分享活动启动2025，我将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今年有的能量组成会是如何。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八字、风水、奇门遁甲，甚至易经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创造最好的一年啦。那如果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击下方的这个链接去报名。那我们到时线上活动见。那在凶星方面的话，我也觉得不会给你们太大的影响啦。我们有小号、死符、飞刃、流霞。那小号呢，顾名思义，它代表的就是你会出一点的钱啦。那去年呢，你们冲太岁的时候是大号 ，OK， 那在今年呢就变小号，所以可能有一些事情还是需要你们付出更多的一些钱去解决它，因为可能呢，你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你需要用一些钱呢来让自己继续安定下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啦，很有可能呢，你去年换了一个工作，那现在这个新的工作是需要你搬去另外一个城市，或者呢需要通勤比较远的地方。那所以呢，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还是需要花一点的小钱让自己呢接轨去新的一个环境或者新的工作里面那接下来呢，死符、流霞这两个凶星讲的都是被别人针对、被别人讨厌。那非常容易理解啦，因为去年呢，你可能做了比较大的一个动作，比较大的一个举动去动摇原本大家比较习惯的一个工作方式。但是呢，你在动摇了那个原本固定的一个方式过后别人呢就会觉得为什么你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在今年呢，我想你们也要小心多留意别人是不是特意的去针对你，或者呢有俗称的一些小人的情况出现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凶星对属狗来说会还 OK， 因为你们有一个叫月德的吉星是可以去抵消这些别人对你的憎恨那飞刃的话讲的其实是一些突然发生的意外，或者呢不在意料之中的一些事情突然间出现，然后影响你正常的作息啦。那在今年呢，你会更容易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意外所影响啦。但是呢，我也觉得这个凶星不会影响太大。属狗的在今年来看的话，你们是经历一个改变过后将会开始迎来收获的一年因为呢，我们讲的月德还有玉台这些呢都是比较取决于你过去你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你累积的一些东西今年呢都会给你一个回报，或者呢突然间被别人珍惜，或者呢觉得你的这个价值超出他们之前对你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会说属狗的在今年呢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一年就是如此啦。OK， 因为呢你之前可能别人觉得你都太过不稳定，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是今年呢大家会开始重视你有的一些价值了。那第二个的话，我会觉得你可以花一点的小钱投资或者花费在自己身上，因为毕竟呢你们有一个小号嘛。那这个小号呢讲的是
这个钱呢，无论如何都会被花出去。你今年呢，肯定会有一些事情啊，需要你去花这笔钱。那与其这个钱呢花在一些奇怪的地方，或者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地方，那不如呢你自己先去引导这个花钱在未来呢会给你一些好处的消费上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可能花一点的小钱去调养你的身体或者你花一点钱去照顾好你的皮肤你的容貌那这笔钱呢，你花下去，未来呢，你是可以得到它的好处的。那第三点呢，你需要去忽略或者不要去理会别人对你的眼红，因为今年的那2个凶星有一点像做了一番大的变动，一番好像搅动了整个局势过后别人呢还是有一些余波对你的一些意见，对你的一些批评在今年呢还是会回来。那你需要做的就是把那些声音全部遮屏掉，把它们呢直接放成静音模式，那你就不会启动这个凶星了。那所以呢，属狗的在这个24年你们呢要专注在未来，因为你在去年呢已经是在改变你现在的一个状态，那你在今年呢要做的就是专注去打造，专注去建立起未来会给你回报的一些事情了。所以呢，它可以是说全新的一个事业，全新的一个行业，或者呢，你要投资，你要去开始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人脉关系网，这些呢都是很好的一年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每一个人的八字呢，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生肖。那我可以理解你点击这个视频是因为你是在狗年出生的，对吧？但是在八字的概念里面，我们其实每个人是有4个生肖。那为什么是4个？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出生年、月、日、时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生肖。年的话，可能你是出生在狗年，如果你是出生在10月份，那很大可能呢，你的月份也是属狗的。那日呢，我们需要看你的八字命盘才可以判断是不是狗的日。那时的话，讲的是下午的7点到9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戌时，也就是狗的时啦。所以呢，如果你的这个八字任何一个地方呢有狗的话，其实这个视频的内容都适用在你的身上。接下来呢，将会针对这个狗出现在不同地方的话，它会影响什么部分你可以看到呢，年的话，它是影响你的社交圈子、你的朋友，或者呢一个大的行业。所以呢，你是属狗的年份的话，你需要去遮屏掉一些负面的声音。这个负面的杂音会很容易呢就来到你这里。所以呢，你在今年记得要懂得如何把一些人呢调去静音模式啦。OK。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那你可以做的是多与正能量的朋友交往，因为呢，你们有的这个月德还有玉堂还有红鸾呢，其实呢都可以很好的把你跟一些所谓的正能量，或者呢在你生活里面呢可以提供很好价值给你的人呢，产生一个连接啦。记得要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你自己啦。我们这个年呢是影响你的社交圈子嘛，所以呢你在你的社交圈子里面，其实呢会很容易就遇到这样子的人。
那我会觉得呢，你们肯定不要浪费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啦，来提升你的生活的素质啦。那如果是月份出现狗的话，那我会说啊，在事业方面，你的工作方面啊，你需要投入对你长期发展，或者呢，在未来啊，会给你回报的一些事情。你们在今年啊，我要你呢，把这个视野放长远来看。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呢，是来好像快速的看到回报，快速的看到利益。但是呢，在今年啊，你反而不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你呢是在打一个基础，打一个根基。那这个根基啊，是在未来会给你好处的一个情况。所以啊，我会说呢，你要给自己一点耐心啦。现在啊，别人呢好像都如日冲天，那别人呢都好像突然间啊做很大，或者呢他们的事业呢好像都超车了，把你抛在远远后方。但是呢，我会觉得属狗的你们不用太担心啦，你们只要呢专注在现在，做一个更好的打算的话，那你未来呢就可以开始去收割一个更好的成果啦。那第二点的话，我会觉得不要被其他人的一些看法影响你的这个事业。因为呢，像我刚才说的，你有那些被针对啊、被憎恨啊的一个情况嘛，所以呢，我会觉得你们今年呢就是隐忍一点 ，OK， 你们比较耐心一点，可以承受别人对你的一些批评，那只要专注去做对的事情，对未来有价值的一些事情啊，你就没有事了啦。那在热方面的话，如果是狗的话，它影响的是你个人的感情，或者呢你的伴侣的状态。所以呢，我会说啊，在今年呢，其实蛮适合去安排一些小旅行或者约会呢，去增进你们彼此的一个感情啦。因为呢，你们有一个红鸾的吉星在这里，在这样子的一个桃花星的加持下，其实呢，你之前啊有的一些误会啊，或者一些矛盾啊，可能呢都会比较容易化解，因为呢，对方啊会看你比较顺眼，你呢看对方啊也会比较顺眼，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啊就会觉得，你可以很好的去让你们的感情呢去升温，去化解掉你们之前累积的一些矛盾啦。那如果你是单身的，那就更好了，因为你有红鸾的话，代表你的个人魅力啊突然间被大大的提升。那如果你今年呢是很想找到比较合适的另外一半的话，你想要有比较多的机会的话，那记得要出外去跟人家约会啊，认识新的朋友啊，那很有可能呢就在这里啊找到你有的一个姻缘啦。那如果你是出生在戌时，就是这个狗的时间的话，你呢需要做的是自己去发现你自己的一个价值。因为这个时啊，其实影响的是我们内心的想法，我们最内在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在这个视频啊前面不是说别人对你的一个看法会有所提升 ，OK， 别人会觉得你有的东西啊是有价值的。但是呢，当它出现在时的话，反而呢你要自己去看到。你要自己懂自己的一个价值，因为别人啊是很难看到你的这个内心的一些情况的，所以呢，你能够做的是你自己去发现，自己去看到自己有的一个价值啦。那另外呢，这个时啊也是会影响你的下属还有孩子啦，所以你要做的其实是发现你的孩子。或者呢，你的下属啊，他们的一个价值，那这个价值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的一些能力啊、技能啊、他们的长处啊，多去表扬，多去赞赏，
然后多去让他们呢发挥这个价值啊，那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呢，他们啊都是可以在你生活上啊给到你很多的帮助啊，或者呢，你也可以趁机啊去打好一个关系啦，尤其是跟你的孩子或者下属。那在投资方面，那这个就会更加的好啦，因为你有一个玉堂的话，代表呢别人啊会认为你有的东西 ，OK， 你所拥有的一个资产啊是值钱的。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你可能可以考虑是否要套现，是否要卖掉一些资产啊。那如果你是手头上没有资产的话，那你现在就要考虑是否要买一些可以保值啊，或者在未来呢会有增长机会的一些资产啊。那这个的话，我会说叫价值投资啦。我们不是要投机，我们也不是因为大家呢突然间很热衷于某一个事情，我们去投资。你要投资呢是一些比较稳定，然后呢它是可以长期慢慢增长的一些东西啦。那这个的话，我会说是一些比较稳定的股份啊，或者房地产啊，这些呢都是很不错的一个投资啦。好，那以上呢就是属狗的，在这个2025年全新启动、全新打造新的道路的一年啦。那在这里呢，我先恭祝各位属狗的朋友，在这个乙巳年啊，一切顺利顺心，一帆风顺。那我希望呢，这个视频啊，对你们呢有所帮助，可以呢让你们更好的去安排接下来一年你们需要做的事情啦。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